比特币和以太坊接下来会怎么走？机会该如何布局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目前这一段的反弹行情呢，已经好像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从4小时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啊，目前比特币也已经回撤的趋势线。那趋势线是否扮演有效的支撑，就会变得非常关键。如果说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趋势线被跌破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这一段的反弹，自从56500的反弹就可以宣告完全的结束。那当然呢，我认为我们在下一段趋势开始之前呢，还会有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大概是短一点的话可能半个月，长一点的话可能要到1个月左右。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太坊 ETF 正式上线，正式可以开始交易，正式上市的时候，大约要到6月底7月初。也就是大概还有1个月的时间点，那这段时间我们很有可能就持续的震荡。那其实时间呢，对于交易来说也是一种成本，所以这条趋势线我们可以很仔细的观察一下。如果说跌破的话，那你做这种短线多单你要小心一点。当然我们不会去做短线。那我们来看一下，从4小时，我们在前面其实已经看过了这种三角的结构。那三角的结构我们每天都看得太多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三角它就是一种中继形态，它是在一段行情当中的中继形态，怎么来的就怎么走。就像我们前面你可以看到，我们上涨进来的，那我们最后就上涨继续往上走。那其实我们在此处呢，我们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形态，所以这种形态在此处出现呢，我们确实可以有 bullish bias， 也就是我们可以预期它要往上走。不过呢，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它最后怎么决定的。看一下趋势线是往哪边突破。那其实我们剩的时间呢也绝对不多了，绝对会在下周就出一个很明确的方向。震荡不到下周了，至少从4小时级别来看呢，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离顶点呢也剩就是3-4天的距离而已。那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吧。我认为以太坊是接下来我们最值得布局的一个标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太坊它的 ETF 就是接下来热点炒作的关键。那如果我们把图表呢稍微再缩一点，我们到4小时呢，我们可以发现呢，它已经在这里震荡好一段时间了，然后最近的波动也有回来，就表示量能有回来，波动有回来，大家对它的热情呢又回来了，不像之前一样死气沉沉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在5月20号的时候，我们已经通过了以太坊现货 ETF 基本上就是通过了，只是什么时候上市而已并不是过不过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上市的问题那一定会上市，不过这个时间点呢，确实是比较令人捉摸不定。那我们在上一支影片有看到很多证据都可以表明呢，基本上我们会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就上市了，会在6月底7月初。那这个时间点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通过一直到上市的这段时间呢，这段空窗期，也就是消息发酵的时间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比特币吧。像比特币的话呢，我认为历史绝对是最好的老师。其实技术分析就是一个研究过往走势，然后来推测未来的一门技术。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之前从这个位置就有传言呢，有谈到比特币 ETF 很有可能会通过并且上市。那我们在真正宣布通过之前呢，我们就有一段上涨行情。那当然比特币跟以太坊比较不一样的是，比特币它上市跟通过基本上是紧挨着的，它并没有一段时间的间隔。像以太坊这种有间隔的，确实是第一次。不过我们一样可以参考。那我相信我们之前给以太坊的时间只有3天，它是不足以让通过的消息给完全发酵出来的。所以以太坊接下来很有可能还是呈现持续的强势震荡上行这种走势，我认为才是比较可能的一种走法。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在通过之前呢，哇，你看它往上走了好一段。那这是第一段。那直到我们正式通过并且上市过后呢，然后我们就产生了回调。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买消息卖事实。那当真正落地的时候呢，就会有一波卖事实的行情。那当然当时的砸盘呢，也有灰度的砸盘。灰度除了比特币之外，它也有以太坊，所以我相信一样的状况呢，也会出现在以太坊。也就是我们真正上市的时候呢，我相信是会有一波比较显著的回调的。
当时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从4.9万一路砸到3.8万，1万刀的行情哦。对于当时比特币才3-4万美金来说，1万刀的行情，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波动啊。所以我们要注意。那当然回调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入场时机，再次入场时机。不管你要加仓，不管你要做什么多头的操作，我相信这都会是绝佳的时机点。那我们再回到以太坊的盘面身上，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有趣的推演啊，也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一段再持续发酵一段时间的话，然后我们到时候又出现了买消息卖事实，真正上市的时候有一波砸盘，那砸盘完之后，然后我们又因为有实质的资金流入，我们又持续的上涨，那它应该会呈现这样子的走势。不过它的波动的幅度啊，会有多么剧烈，这个我们就比较难以推敲了，至少从过往的历史难以推敲。好，那如果你想把握这些交易机会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现金哦，就是可以提币的。你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27.36的现金，这都是现金，而且这两个活动你都可以直接提币，这真的非常的优惠，因为极少有交易所敢做现金的活动，真的极少。那很欢迎大家可以点击链接注册。那我们再来最后看到 Plan B，Plan B 它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是非常红的，那这轮牛市好像人气有点衰减了，不过它的一些理论是很多是基于周期的，我认为也值得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来观察，其实这个图表你可以看到它的点是用热力图去画成的，那它其实表示的就是当比特币在过往这个周期的时候，它应该呈现怎么样的走势。那我们可以发现当比特币的周期呢到了这个红色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走的就是加速上涨，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在红色点点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牛市最如日中天的时候，上涨最疯狂的时候，大概是1、2、3、4、5、6、7、8、9、10个点左右，10个点。那我们当时呢，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来数一下，1、2、3、4、5、6、7、8、9、10，大概是10个点左右。那我们现在呢是到了红色的第一个点，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我们接下来会进入一波上涨加速的行情。那直到我们走到了黄色区域、黄色点的时候呢，黄色的周期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慢慢进入派发周期，并且找到顶部，然后我们就向下了。所以这可以表示其实我们正准备踏入，或者说我们已经正在牛市的加速上涨的周期里面了。所以大家做好准备了没有？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市场的循环，它一样也是 Plan B 的。OK，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从这个图表我们可以发现，红色段的上涨它就是牛市嘛，对不对？他说了bull market。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走了4个点了已经走了4个点了。那4个点，我们未来还能走几个点呢？这个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已经走了4个点的话，那根据我们2021年的牛市呢，我们大概还有6个点要走，还有6个月要走。那你想象一下6个月，我们现在已经是2024年的年中，如果再走6个月，大概就是到2025年初或今年年底，很有可能就会找到我们牛市的终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轮牛市是真的有提早开始，那有没有可能提早结束？如果从过往周期来看的话，那如果我们从2017来推估的话，大概也是这样子的，可以得出非常相同的结论。那如果说我们以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上一个模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间点有可能再被延长一些，可能就会到2025年的年中。不过相差也不会到太多了如果说我们到了2025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找到这轮牛市的顶部了，会逐渐的找到。所以剩下的这段加速上涨，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